大家好，我是面具人。昨天有行情了，整个市场都在上涨。你说这上涨了，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呀。因为有些人在大跌的时候不敢抄底儿，不敢进场，甚至有些人呢还割了自己的肉了。然后呢，这2天涨了回来以后，那个心里面的落差会更大，心里面会更难受。昨天到今天，AXS 传奇性的突破了$100的大关，从63块钱起步开始暴涨，然后嘞一直涨到了120多块钱。如此高的币价的情况下，你们看啊，63块钱美金一枚的 AXS 这个币价已经不低了啊，还能做到原地翻倍，直接冲到了$120，太厉害了。当然了，以太坊这次呢，也是从2800、2900暴涨到了$3400，快接近$3500了。我前几天是不是在节目中告诉过你们，以太坊2800、2900左右啊，你闭着眼睛买都是能赚钱的，对吧？你看现在以太坊涨到了3400快3500了。面具人我是在它涨之前告诉你们的啊。AXS 面具人也是从一开始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是$3吧，到现在呢已经完成了40倍的涨幅了呀，对不对？比狗狗币当时要牛逼多了，是不是？虽然狗狗币我也是在1毛的时候告诉大家的，但是狗狗币颓势了以后，面具人就果断的带我的观众朋友们转战新的更有利可图的新项目，途中经历了 Cake、平头哥、AXS、XA， 对吧？这些币呢，我也都是在它大涨之前给大家分享的。大家看啊 ，GameFi 领域啊，目前也只是刚起步阶段。就目前来看呢，还没有任何一款游戏能够撼动 XA 的地位，无论从这个制作素质还是可玩性上面啊，没有一款游戏能够媲美 XA 的。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来分析一下 XA 现在还能不能买，它究竟还有多大的上涨空间。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具人我会给大家分析一下项目方的套路。当然了，我只能说我知道的，并且能说的。但是我不能说的，就算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不过呢，即便如此，这些消息都够你赚的了。那好，节目开始之前呢，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并把面具人的节目发送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本月的大奖 XA 植物类的蛋，以及500USDT 直接转账的大奖哦。OK， 咱们来说正题啊。XA 从$60翻倍到了$120，现在还能不能追高？能不能继续入场呢？在这里呀，面具人想要给大家来普及一下机构拉盘的套路。这次 XA 的暴涨啊，其实跟散户没多大关系。散户要是能拉盘，他早就拉了。所以呢，拉盘砸盘啊，只有机构有这么大的力量，散户们呢，只是蹭东风跟节奏的。一般机构的拉盘呢，就是通过数据分析得出我现在注入资金去拉盘，把钱投进去，会有很多的散户跟着我追高，然后呢，在注入资金的这个过程中，机构就可以套利，把散户埋下去，尤其是那些追高的人把他们埋下去。但是这些机构的钱呀，很多都不是自己的，所以呢，就会出现交割的问题，也就是说，机构拉盘砸盘，到了交割日期，无论赢亏，他们都必须把钱交割还给投资人。所以说呢，一般的情况下，他们拉盘砸盘持续的时间都不会太长。比如说，一个币在短时间内被注入了大量的资金，就会造成暴涨。然后呢，过段时间这个资金被撤走了以后，就会暴跌。而在这个过程中，追高的人、被埋下去的人，就是他们拉盘过程中的盈利。在币圈有一个很奇怪的心理状态，就是一个币出现了10%的跌幅的时候，会有50%的人考虑割肉。你们看好这个数据10%的跌幅并不算大，但是呢，仅仅是10%的跌幅就会让50%的人考虑割肉，甚至真的割肉。好，面具人我再告诉你们一个数据那就是当一个币出现了10%的涨幅的时候，有65%的人都不会套利离场，他们会继续持有。
会继续等待新的高点。奇不奇怪？厉不厉害？这就是人性的贪婪，这也就是机构赚钱的数据分析的根基。只要这些人不套利，而追高的人呢，被10%的跌幅一吓唬，就割肉离场，那庄家基于这个逻辑去分析去做拉盘，他们几乎是稳赚不赔的啊。但是你们要记住，一般的机构拉完盘以后，这个资金并不会持久，拉完了以后必然会砸。可是呢 AXS 不一样，为啥？你们继续听我给你透露啊。AXS 它是强装币，官方掌握了79%以上的 AXS 币，市面上流通的 AXS 币并不多。对于 Axie 团队来说，拉盘其实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资金压力，他们的拉盘资金很多都是自己从 Axie 市场赚来的。Axie 目前的市值是64亿美金，但是你们知道 Axie 的月盈利是多少不？3到4亿美金，而且大部分的币呀都在官方手里，他们自己注水进去10几亿的资金，瞬间就能拉好高的盘了。然后呢，就是左手倒右手，机器人一挂，后面进来一个他出一个，进来一个他出一个，他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并且呢，这个钱他想用多久就用多久，因为这个钱是他自己赚的，他不是借的，他不是融资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 AXS 的币圈啊，就相当于 Axie 项目方的存钱罐啊，以及提款机。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啊 ，AXS 大跌腰斩的情况是很难出现的，除非 AXS 它崩盘，但是呢，这种概率太低。币价下跌的话，官方比你们还要心疼，知道不？官方手里面拿着大部分的币，币价下跌的话，官方比你们还要心疼，知道不？你们手里面才那几个三瓜裂枣的，跌上10%，你就慌神了，你就难受了。那官方有79%的币，甚至80%、85%的币啊，跌1毛是个啥概念？对他来说啊，然后呢，我们看 AXS 最近的暴涨啊，是因为它出了什么质押系统。以及呢，它要为接下来的 Swap 呀、DeFi 之类的土地玩法造势。AXS 已经明确的确定会出现在土地游戏当中了。SLP 目前不知道，当然了，就算有，项目方也不会现在说，因为他不想让大家现在就去囤 SLP， 到时候去砸盘，或者是过量的撸羊毛。大家试想一下啊，如果在土地系统到来之前， AXS 先拉垮了，先崩了，倒了，那么官方花钱开发的这个土地游戏就打水漂了。你们知道吗？现在开发一个游戏，动辄就要几百万的资金，甚至几千万的资金，对不对？那这些钱就白花了。你别说项目方有钱，我告诉你们，做生意的人啊，越有钱的人越抠门，越小气啊。很多那些穷人反而穷大方，知道吧？如果说 AXS 现在就币价崩了，那么它的新游戏也就没人会去玩了，因为失信了啊，整个市场的信誉度降低了。所以呢，在这之前呀，他们都会不停的炒高 AXS 的币价。至于 SLP， 它只是功能性的币，你不孵蛋的话，就别去买 SLP。如果你想要 SLP， 你也可以用宠物去打，白嫖嘛，就是这么的简单。SLP 早期的孵蛋的利润也是相当高的，起步都是1.5倍到2倍。面具人之前一直叫你们孵蛋啊，孵出来的蛋你是卖，或者是用它继续利滚利打 SLP， 你都是赚钱的。我就想不通了，那些什么持币持到死的人，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玩意儿啊？你连你自己持有的产品特性你都不去了解啊，那你亏钱了，你能怪得了谁？对不对？ AXS 不让你买吗？宠物不让你打吗？对不对？孵蛋不让你孵吗？是不是？你别给我说，哎呀，我这个人成熟，什么孵蛋呀、打游戏呀，都是小孩子玩的，太幼稚了。那你幼稚，你幼稚去啊！
你装逼，你装成熟，你嫌别人幼稚，那幼稚了你不赚钱吗？而恰恰的面具人，我告诉你们，这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几乎都是跟娱乐游戏幼稚挂钩的。米老鼠幼稚不？加菲猫幼稚不？奥特曼幼稚不？他们赚不赚钱？哎，中国人这个脑子呀，就是那种高低贵贱的思想，总感觉我是大人，我就要瞧不起小孩玩的东西。小孩就是地位低，小孩玩的东西就是幼稚。所以说呢，为什么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这种奴才思想、皇民思想？因为他始终就拿一个笼子先把自己的大脑圈住SLP 早期孵蛋利润究竟有多可观？2倍起步，甚至到5倍、6倍，那个来钱才叫快呢！你孵一个蛋孵出来了，就赚好几倍，就这么的简单我当时也在会员群里面指点我的群友去孵蛋，孵过的都说好，都感谢我。咱们再来总结一下 AXS 吧。它就算砸盘呀，它也不会回撤下砸到哪里去，不会砸太多。对于官方来说AXS 的资金池就相当于存钱目前市面上有着五花八门的 GameFi 类型的游戏，但是真正能称得上游戏的真不多，大部分的游戏都是羊毛游戏、套皮游戏。面具人我倒是发掘出来了一款，咱们也不能说能不能成为第2款 Axie 了。面具人我只想说，下一个王者级别的 GameFi 类型的游戏一定是与 Axie 不同类型的。OK，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我会提前在我的会员群公布完了以后再做节目告诉大家的。好，再来给大家说一下最近的这些币的进场时机的问题前段时间大跌的时候，大家如果没有抄到底儿的，如果没有胆量进场的那些人可以等10月4号之后再看看风向，因为中美贸易的事情，无论结果好与坏，都会被庄家借来做动作的。那好，如果大家有想要跟进面具人最新的早期埋伏项目的，以及一些币的进场时机、操作方式的，请下载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祝你好运，再见。